大家好，我是龙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恐怖家族的最后篇章。没有看过前2章的朋友，可以通过屏幕上方的连接进入传送。男主是否能救出自己的妹妹？恐怖家族的诅咒是否能解开？那么废话不多，故事开始喽。我躲开了肥仔鬼的追踪，带着钥匙一路小跑来到了玩偶的房间，将钥匙插在了玩偶的背后，转上了几圈发条。果然玩偶开始动了起来，以一种非常诡异的姿势开始疯狂的摇摆。突然人偶看向了前方，出现了一群鬼小孩人偶，以一种非常奇怪的姿势向我走来，咯吱咯吱的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一阵火光闪过，小鬼全部消失了，只剩下一根彩色的骨头掉在了地上。我上前捡起了这根奇怪的骨头，看起来像是某种仪式的材料。于是我继续探索着周围，发现就在刚刚的人偶房间的对面，刚好有一个祭祀用的架子。我把刚刚的彩色骷髅插了进去，本以为会有什么变化发生，但是好像并没有任何事情。我转身离开了房间，当我打开门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门外的场景完全换了一幅景象，漆黑的一片，到处都是像内脏一样的恶心墙壁。我缓慢地向前走去，从黑暗深处还不时地传来恐怖的低吼声。穿过这恶心的内脏墙，我又来到了一个更加诡异的房间。这里左右都是奇怪的生物，似乎它们无法穿越这红色的屏障，看起来像是某种结界。在房间的中央有着一张桌子，上面的书上记载了一些奇怪的文字，我猜这应该是女巫写的，说需要我们家族的血才能统治世界。看来这个女巫迟迟没有完成仪式，就是因为缺少了我的血液。我继续向房间的深处走去，周围依旧是让人作呕的内脏墙壁，它们像是有生命的树枝一样，一直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走到房间的尽头，我看见了我的妹妹躺在了床上，一只可怕的恶魔正在用火焰燃烧着她的身体。在床前的石台子上，赫然地放着一颗血淋淋的心脏。我为了阻止恶魔，取下了放在上面的心脏。刹那间，妹妹和那个恶魔都消失在了一片虚无之中。我转身迅速地离开了这个房间，将刚刚那根彩色的骨头拔了下来。打开门，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于是我带着收集好的材料走向了楼上。该死的他妈的，又遇到了刚刚的死肥仔，吓得我迅速转头往回跑，刚好看见了一个带有仪式图案的房间。于是我用刚刚找到的仪式石板打开了那扇门，一阵火光闪过，我赶紧躲了进去，发现里面应该就是女巫做法用的房间，里面奇奇怪怪的放着很多仪式用的道具。我将自己刚刚收集到的锂电池放进了前面的盒子里，桌子上的一个装置通上了电。突然听到门口传来了那个肥仔怪物的嘶吼声，吓得我大气都不敢喘。接着又把刚刚的心脏放进了电机里，心脏因为通电的缘故开始跳动了起来。墙上一片黑乎乎的怪物突然发出了嘶吼声，没过几秒又恢复了僵硬的状态。我从他的手里取下了一把小匕首，这应该就是词在里提到的仪式刀吧。我记得还需要一本书，于是我在房间里继续翻找着，果然在一个祭祀台上发现了一本书，看来就是这里没错了。我带着这些东西走出了门，就发现了一面镜子发着蓝紫色的光。我感觉非常的奇怪，于是我带着好奇的心情走了进去。没想到镜子居然把我传送到了另一个房间，顺着墙壁一直向前走，但是这个房间是一直向左转的，就像鬼打墙一样，一直走不到尽头。走了2圈才发现墙上的花纹发生了变化，每走1圈，墙壁上的花纹都会变大一些。于是我继续向前走，直到一个全身包裹着布的鬼悬浮在我的面前。我战战兢兢地靠了过去，他突然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我赶忙追了上去，赫然看见那只鬼在我面前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。我小心翼翼地穿过了这如云层般的道路，因为我眼帘的是一群正在做祭拜的干尸，地上还有着一些奇怪的仪式图案。继续向前走，墙上挂着一个奇怪的罗盘，我通过地上的图案解开了罗盘的密码，
突然在祭祀台中悬浮着一个像金字塔一样的小三角形。我过去拿下了它，发现和我父母房间里一扇门上的图案刚刚好吻合。于是我带着这个小金字塔赶快来到了父母房间的地下室，将它放在了门上。门果然打开了，一条走廊映入了我的眼帘，但是房间的尽头却是一堆看不见的乌云。我穿过了走廊，走进了乌云。随着一步一步的进入，视野也开始变得清晰了起来。在一阵阵暴雨声中，我看见了我的妹妹悬浮在空中。于是我迅速走到了祭台的前面，按照磁带说的，把神秘书放在了桌子上，然后将仪式刀插了进去。一阵火光散去，我的妹妹也消失了。看似一切恢复了平静，我成功救下了我的妹妹。丽丽，下来，早餐准备好了。我救下了我的妹妹，并重新装修了家里，一切都恢复了平静的日子。但是，我救下来的真的是我的妹妹吗？